别以为你是在带人，很多时候你只是陪他们原地打转。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？你费尽心思把方法、资源、机会都摆到别人面前，甚至帮他们铺好路、点好灯、倒好水，结果人家连起身的意思都没有。你帮朋友找了家好健身房，他却在奶茶店刷朋友圈。跑步机和珍珠奶茶哪个更香，他自己都选不定。你带同事冲项目，他躲在角落玩隐形人，永远消失在会议之外。你自己像开了外挂，拼命催促付出，别人却像 WiFi 断网一样卡在原地，等着奇迹自动连接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我没能量？是不是我领导力不够？别急，你不是媒介，而是你的带动系统已经塌了。你就像拿着老式马车，想拖动一群开特斯拉的人。第一段痛点直击，先给你分享个心理学真相。人类天生就有反推心理，只要感受到有人在推我，哪怕对方是好意，潜意识里就会踩刹车，控制错觉效应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选择权被剥夺了，内心的反抗力会像气球放气一样迅速消失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越是催促，他越拖延；你越是燃烧自己照亮他，他越觉得反正你会帮我。举几个生活里的案例，你帮朋友买了跑鞋，定了训练计划，他却说我等身体状况好点再说。你帮团队整理任务清单，别人却反复说还在头脑风暴阶段，现在经济大环境不稳，人人喊着要副业自由，结果花最多时间的是在短视频评论区吵架打嘴炮。最近网上的一个流行人设梗说的太真实了，嘴上卷王行动躺平，喊着要翻身，手里还攥着枕头，你越用力推动，他们越把你当成背景音乐，听着挺嗨，动不了身。第二段觉醒转机，想要带动别人，你必须颠覆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。真正的带动不是你自己燃烧到灰烬去照亮别人，而是让他们感到不跑不行，错过就是亏大了。你不是替他们冲的马，而是点燃他们自己引擎的启动按钮。带动别人靠的不是你的体力，而是你给他的心理触发器，那个让他动起来的爆发点。心理杠杆一，损失痛感大于收益诱惑。研究表明，人类对损失的痛苦感受远强于对收益的期待，这叫损失厌恶。所以告诉别人做了会多好，远不如让他知道不做会失去什么更有效。举个例子啊，这波机会错过了，下一次可能要等3年，比做了能多赚多少钱更能激发紧迫感。心理杠杆二，群体效应。人天生会跟随群体节奏，看到大家都在跑，他也会不自觉跟上。所以营造一个大家都在动的氛围，比发号施令更管用。记住，少说你应该，多说这是你的选择。你不是情绪输出机，而是场景和节奏的导演。带动别人不是给他们灌能量，而是让他们怕失去机会。第三段实操方案。很多人带不动别人，是因为没建立一套带动系统。别急，我给你带动系统重启3步公式，学了马上能用。场景化目标，别再喊空洞口号，让别人真切看到差距和落后感。建立进度墙，每个人的进展公开透明。搞社群打卡，把参与感放大，惰性无处藏身。开挑战赛，把任务游戏化，玩出输不起的紧张感。效果排名一出来，别人看着自己比人家慢，一定急得睡不着。落后是最强催化剂。小胜利引爆，让他们先尝到一点点胜利的甜头，再逐步升级难度。先做48小时内可交付的小模块项目，健身先盯1周能看见的体型变化，学习先搞1次小测验拿好分数。为什么？因为多巴胺需要及时反馈，先让他们上瘾，动力才能持续。情绪共振带动别人，不是讲大道理，而是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故事的主角。用故事、对标和梗制造参与感。最近火的重生流梗，把任务包装成主角逆袭的剧情，让他们觉得
不做等于剧情崩坏。记住，强者不是喊破喉咙，而是让别人抢着跟上。带动别人不只是当下的行为，背后其实是你财富心智和人际智慧的体现。商业上，别当免费搬运工，要做资源调度者。人际关系上，用氛围留人，不是用力拉人。个人成长上，别等别人带你，先成为自己系统的引擎。当你建立了系统，带动别人不再是耗命劳力，而是自动化运转。你真正的价值是让别人愿意跟你走，而不是被你拖着走。所以，下次你带不动别人，别急着怀疑自己没能量，先问问自己，我的方法是不是过时了？我的系统是不是坏了？带动别人等于场景加小胜利加情绪钩子，别死推，让他们自己跑。你不是他们的引擎，你是他们的点火装置。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近一次带不动的故事是什么？我帮你分析，你是缺油还是缺系统？点赞，让更多人从燃烧型苦工变成系统型掌控者。评论，让你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。关注，下一集直接教你动机唤醒，别等别人主动行动，你得先点燃他们的动力。